宝格丽晚宴上，当红男明星带着顶级珠宝对我撒娇：“姐姐，你买了它可以算我提成。”我解开他的项链，暧昧哼笑：“好呀，300万就当姐姐请你喝奶茶了。”参加顶奢晚宴时，我认识了个弟弟，他叫林赞，听说是爆款电视剧的男主角，商业价值极高。正好我公司的品牌代言人合作快到期了，我把目光落到他身上，下一秒我就被抓包了。林赞流离似的眸子朝我看过来，一眨一眨，他仿佛会蛊术。我的心脏紧跟着漏跳半拍。林赞弯眼笑了笑，一手端着香槟，一手插兜，缓缓向我走来。他很得体地介绍自己：“姐姐，我叫林赞，5年前我还面试过你们公司出品的电影，你记得我吗？”我盯着他的脸，冷顿了一下。哦，是这样。5年前我投资的电影《选角》，导演定了他做男主后，我却把他 pass 了。我嫌他太糊，带不动票房。后来我钦定了小有名气的男演员周颂做我的男主。我清晰地记得那天小孩得知消息后，眼圈通红，委屈到说不出话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是资本家，又不是慈善家。只是没想到，当年被我随手 pass 的小孩，现在竟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我还在忆往昔的时候，林赞修长的手指点在了我皱起的眉头上，指尖滚烫，一触即离。我心里的那根弦忽然猛颤了一下。他歪着头逗我：“姐姐，你这表情该不会是在愧疚吧？说实话，多少有点。”小孩是家庭作坊，没有公司，没有资本，被我 pass 后，相当于市场否定了他的商业价值。如今他走到这个位置，想必吃了不少苦吧。林赞散漫笑了笑，故意打趣道：“姐姐，你别愧疚了，要不把我的项链卖给你，还可以算我提成呢。”我知道他是好意缓解我的尴尬。好呀，我用手指勾过他脖子上的灵蛇项链，轻轻摩挲：“300万就当姐姐请你喝奶茶了。”他一愣，耳朵像是被火苗燎过似的，瞬间红了起来。真是不禁逗。我垂眼，很轻声地笑了。再次抬头间，我撞上周颂淡淡的一双眼睛。周颂是我当初瞎了眼力捧的男主，还是我那该死的前男友？为什么说他该死呢？他在拍戏的时候跟剧组女演员因戏生情，闹上新闻头条。后来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：“宁宝，我喝醉了，才导致酒后乱 X。这件事一直在折磨我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中，对自己的惩罚中。宁宝，我错了。事实证明，给男人花钱会变得不幸，我就不幸了。”我气到血液上涌，浑身发抖。我帮你接了无数个电影，顶奢，在你身上花了上千万，还把你捧到顶流的位置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？他面色煞白，哑口无言。当天我便甩了他。我想过曝光他的所作所为，让他一夜之间跌回泥潭。但周颂的新女友是我爷爷壮有的孙女，他在力保他。家里为了维持2家的和气，只能让我算了。可我这辈子就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每每看到周颂，我就恨不得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再把他钉在耻辱柱上，让所有人都来唾弃他。我恨死他了。旁边的林赞看到我气到发抖的样子，轻声询问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我抬头撞上了他的目光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林赞是周颂最大的对家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乐了。是不是连老天爷都看不惯渣男过得太顺，所以把林赞送到我面前，让我好好惩罚渣男？那我斗志可来了。我眉头一挑，决定力捧林赞，带着他大杀四方，抢走周颂所有资源。我在距离林赞鼻尖1寸的地方堪堪停住，我压着声音，慢悠悠地问他：“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”林赞清亮的眼睛微微眯起来，顿时失了神。我伸手解开他的项链，指尖夹着吊坠，朝他晃了晃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就看他能不能抓住。林赞是聪明人，但他聪明的不对劲。他进我家大门之前，故意把白衬衫的纽扣扣到最上面一颗。他又将琥珀色的眸子望过来，带了丝玩味：“姐姐，我是手难得的正经演员，不玩潜规 C 那套。”我一脸黑线，让他送我回家，那是因为晚宴期间周颂骚扰我。这狗东西竟然厚着脸皮给我发短信，让我离男人远一点，真是见不死他。傻子才让他如愿。我偏要当着他的面领着林赞回去，没想到竟让林赞误会了。我连忙跟他保证，虽然你长得挺不错，但你压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怕他不信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你放1万个心，姐姐这辈子都不可能会喜欢你，就算以后有点感情，那也是母爱。这下他该满意了吧？我眨巴着眼睛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林赞的脸瞬间黑成炭，气氛一点点地冷下来。半晌，他一声冷笑：“所以姐姐叫我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我浑身不舒服。这孩子怎么了？我不自在地咽了咽口水，满脸堆笑。我想为你开个娱乐公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谁让他是周颂最大的对家呢？不管他闹什么脾气，我只能宠着，让我像舔狗一样上赶着开公司的。林赞可是头一个。
结果他倒挺敷衍的，不需要，我有公司，我真冷漠。那我不得不装逼了，我不信有超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我交叉着手，歪头挑眉，我可以帮你引进最顶尖的商务，让你咖位直线上升，还可以帮你牵线业内最知名的导演，让你有顶级作品傍身。林赞无情地打断我，神色淡淡，不管你开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不会同意，这么难搞定。我叹了口气，低声补充未说完的话，周颂有的你一样都少不了。林赞顿了一秒，回答出乎意料，我什么时候来上班？好突然，难不成周颂也是他的仇人，所以这个条件才能打动他？这可太好了。我忍不住暗爽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制定计划，虐死渣男。我美滋滋地从沙发上起身去拿电脑，这时林赞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一把拽住我，拉回。姐姐，我行动受阻，身体不受控地朝他扑过去，正好扑在他怀里。我人傻了，扑腾了2下，却不小心碰到了紧绷的线条，结实的腹肌，我下意识攥紧。摸够了，林赞的声音又冷又抖。啊！清冷的声音瞬间将我拉回现实。我羞愧起身，刚好瞄到他白衬衫上的艳丽的口红印，一时之间我慌到语无伦次。是你拽我才会碰到你，我有钱给你买新的。林赞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，刘 M， 他语气好拽，表情更拽，那戏谑的眼神仿佛在说还说不想钱我看你想得很。完了，我本来就不富裕的清誉更是雪上加霜。那天晚上我成功签下了林赞。林赞入职的第1天，我便带他杀到了 LV 秋冬秀场。我要在这里夺走周颂的品牌大使。LV 中国区总经理是我的朋友。看秀时，我故意把他的目光引到 T 台上的林赞身上。这位新晋流量，你感觉怎么样？ CC 眼神一亮，干净阳光又自带贵气，他会是未来时尚的宠。别等未来了，现在就签了他。赵大小姐，我们已经考察周颂半年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他才是我们新的品牌大使。我的出现就是意外。换掉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虽然林赞是新晋顶流，但他也只是一时风光。你要知道，剧粉上头快，移情更快。林赞用什么跟火了几年的周颂比？我轻描淡写地回答他：林赞他是我的人，我公司的人约等于我的人，没问题吧？ CC 错愕地瞪大了眼。赵以宁，你可以啊，我可听说有很多富婆想签林赞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啧，看来勾搭人这块还得是你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不得不装了。那是天底下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人。CC 被我唬住，他沉寂了几秒后，按捺不住开口：其实我最近也看上了个弟弟，但我牵嘴角，机会总算来了。我装着高深的样子，拧着眉，慢悠悠开口：这也不算难事，只是我故意停顿，眼神落到他脸上。CC 咬牙：你家林赞现在方便签约？当然。很快，周颂那边得到了消息。时装秀结束后，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后台，把我拽到休息室。我的品牌大使被换，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我一边给林赞发消息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他：你怪我做什么？明明是你技不如人，输给了新流量。宁宝，我知道是你指使的，但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？我眼睛一抬，冷冰冰地盯着他。我们有什么事？周颂目光闪躲，他不敢得罪我。他像往常一样讨好我。宁宝，我不该在跟你交往的时候还跟别人酒后乱 X， 可你从来不让我碰，别人又故意勾引我，哪个男的能把持住？但我心里爱的人只有你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我马上就回到你身边，好不好？这副嘴脸真令人作呕。我冷哼一声，默默暂停录音，把手机放回包里。还没等我对死他，砰的一声，化妆间的门就被人从外面踹开了。林赞站在门口，阴沉着脸看我，别答应他，他竟然在偷听。周颂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：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眉头一皱，立马反呛周颂：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周颂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你竟然为了他骂我？我生怕气不死他，怎么了？我为了赞还要打你呢？好羞耻的称呼，用来气周颂刚刚好。林赞很轻声地笑了。我侧着身子，用口型告诉他：回去再跟你姐。是。周颂紧攥住拳头，眼睛在我和林赞身上来回打量。半晌，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：赵以宁，你跟林赞在一起了是吧？你还真是不挑啊，这么小的你也下得去手。我跟林赞年龄差只有3岁，他哪小了？我噼里啪啦一顿怼：你才小，你全家都小，他大着呢。林赞一把捂着我的嘴：嘘。他把我禁锢在怀里，近乎耳语：姐姐，我的这点秘密都被你说出去了。对面的周颂脸色铁青。从 LV 秀场回去后，我特意开了红酒庆祝林赞拿下代言人，只要能恶心周颂，我就通体顺畅。然而没等我顺畅2分钟，就接到了助理的电话：宁姐，周颂的团队给林赞买了黑热搜，现在全网都在声讨林赞。真是无耻！我点进了助理发的链接，
井号心疼周颂，井号林赞抢资源，井号林赞被包养，井号林赞宝格丽晚宴，井号这些黑词条迅速占据了榜单前5。不到半小时，几十家营销号联合传播造谣，所有营销号下面都是黑粉。紧接着林赞的广场评论区全部沦陷，难怪林赞一天800个营销，原来是背后有人捧啊！林赞还敢抢我家哥哥的资源，真不要脸！我哥哥没背景没资源，靠自己一步步的努力才走到今天，凭什么被人截胡？我在圈内有点关系，听说林赞那张脸是整容的，还听说捧他的是个男的，懂的都懂，那个真是可怕。听说这些人就知道听说，没有实锤，张口就来，真当造谣不犯法是吧？我气得牙痒痒。我刚想对回去，又看到了下面评论，如果是假的，林赞那边肯定会澄清，现在还不澄清，说明8、9不离10，难道是我不想澄清吗？黑热搜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便让律师起草声明，发布公告，造谣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是典型的白羊座，自己受不了委屈，更见不得身边人受委屈。看到林赞无辜挨骂时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以牙还牙，把周颂的录音丢到网上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但我没想到林赞不同意。说实话，我有些急眼了，我忍不住吼他：“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反击周颂？难道你就甘心被黑？”夜色正浓，露台上的壁灯照得他眼睛亮亮的。林赞嘴角略带笑意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姐姐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要顾及家里的面子，不能跟周颂正面对抗，世界寂静。”我发愣地看着他，眼睛有点酸。我吸吸鼻子，很轻声地问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想着我？”林赞轻咳一声，眼神转悠到了天空。因为你很重要，我不知所措地绞着手，心里麻酥酥的。大约过了1个世纪，我红着脸问：“我很重要？为什么？”听起来怪羞涩的。林赞散漫地哼了一声，撩拨人的意味十足，因为他故意停顿。我竖起耳朵，屏气凝神。他眼里的笑意一闪而过，因为你是我老板呀，就这。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，不对，我才没有期待。我狠狠地剜了林赞一眼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他老板。他被黑了，帮他做紧急公关是我的义务。我气急败坏地和他拉开距离，公事公办，黑热搜的事全交给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些新闻对你造成影响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你记得跟我去见张某导演。张某手上有部文艺片，男主演据说定了周颂。只要1天没官宣，我就有机会让林赞趁火打劫。林赞笑了笑：“姐姐，你想明白了。不准备对周颂直接下手，理智回炉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如果我贸然手撕周颂，于我而言得不偿失。原因其一，周颂劈腿后跟沈茵茵谈了2年，比起我这个外人，也许沈茵茵更愿意相信枕边人。如果他在被周颂引导，以为我撕周颂是故意报 F， 事情闹到家里，伤害的是2家情分。其二，周颂红了几年，背后的资本盘根错节，我突然单撕他，资本为了利益一定会力保周颂。我只能先一步步瓦解他的资本，吞噬他的资源，兼并他的势力。等时机到了，我想怎么痛打落水狗都可以。所以林赞的提醒是对的，但此刻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看他都不顺眼。于是我阴阳怪气道：“我哪有你想的明白？”话落，我猛灌了一杯红酒，气呼呼的要回卧室。林赞一把拽住我，拉回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”我一边挣脱，一边否认：“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没有。”林赞轻笑：“别阴阳怪气，酒精上头。”我晃晃悠悠地推开他：“谁准你这么跟老板说话的？真是被我宠坏了。”林赞挑了一下眉，低声哄诱：“来，醉鬼老板，我背你回卧室。”背我？还回卧室？我耳朵烧得烫烫的，成年人的思想迅速席卷大脑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碰我！我仰起头，使劲瞪他。林赞眉头一皱，他松手：“你确定自己能回卧室？”我不理他，固执地往前走。只是露台的地面怎么变得歪歪斜斜的？我扶着越来越沉的脑袋，没忍住嘟囔：“哼，明天我就派人把这里翻修。”林赞嗤笑一声，快步挡在我面前，蹲下。他单手横在我的腿窝，我膝盖一弯，猝不及防地摔在他的背上。“你快放我下来！你再敢碰我，我就要叫了。”去卧室随便你叫。我不要回卧室，我还要喝酒。林赞的手掌打在我大腿上：“你老实点，别乱动。”“你敢打我！”我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，双手抓住他的耳朵凑过去：“林赞，我把你宠得无法无天了。”林赞轻嘶一声，脚下微动，差点没站稳。我本能地搂紧他，他身体一僵，声音跟着变了调：“姐姐，你今晚在闹什么脾气？”“我就是不喜欢，因为我是老板，他才关心我。”这个理由太俗了，俗透了。我凶他：“你无权质问老板！”我特意咬中“老板”2个字。林赞无奈叹气，他背着我从露台下来，月光落在我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地上被拉长的身影，我们俩的粘合在一起。我不自觉安静了，
同时，林赞放缓了脚步。回到房间后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我被抛到了床上。他望了我一眼，3步并作2步，急冲冲的要出去，仿佛脑子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念头。奇怪得很。我躺在床上，胃里一阵翻滚，实在难受，只好委屈巴巴地叫停他：“别走，我想吐。”林赞叹了口气，折返。他把我从床上捞起来，送到卫生间。看到我吐得七荤八素时，他又叹气了：“小趴菜，以后别喝那么多。”我愣是没想到，几杯红酒就能把我喝趴下。我怪委屈的，借着酒劲对他撒泼：“反正都怨你。”好，怪我。林赞笑了声，给我倒来一杯蜂蜜水。看着我喝完后，他又准备出去。忽然，我眼前一片漆黑，我的世界失去所有光源。难道是我喝酒喝瞎了？我脑子一片浆糊，连忙抱住他：“林赞，我瞎了，我看不到了。”林赞咳了咳，拍着我的背，安抚道：“姐姐，是停电了，原来不是我喝瞎了。”我着急忙慌地松开林赞，结果脚下没站稳，整个人倒在了床上，连带拽倒了林赞。他摔在我身上，彼此紧贴，连体温都能清晰感触到，气氛微妙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灯突然亮了，林赞的视线粘在我脸上，四目相对，气息交融。兴许是房间不够通风，空气太过灼热，我看着他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林赞滚了滚喉咙：“赵以宁。”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喊我名字。怎么了？林赞不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。我受不了他灼热的眼神，歪过头去，像只离水的鱼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他摆正我的脑袋，强行和我对视，眼神下移，落到了我的嘴唇上。可怜的床单在我手里变化成各种模样，我有些抵抗不住了。你起来！我的声音细如猫叫。他不为所动，哑着嗓子继续喊我：“姐姐。”他的声音就像是一根轻柔的羽毛，将我浑身上下的敏感位置都轻轻挠了一遍，痒痒的。终于，他在我耳边呼吸浅浅：“姐姐，我想在你房间看月亮。”我咬着唇：“月亮下班了。”他轻笑：“那我看你。”轰的一声，脑子里烟花炸开，暧昧的气氛迅速腾升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心脏扑腾扑腾狂跳个不停。林赞温热的气息洒在我的皮肤上，我忍不住颤抖。在距离嘴唇1寸的地方时，叮！我的手机不识趣的响了。我红透了脸，连忙推开林赞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我接个电话，他红着眼圈，不情愿地点了头。电话那头是小助理急切的声音：“宁姐，不好了，周颂又在作妖。”小助理说 ：“LV 重新官宣了周颂。”与此同时 ，CC 打来电话：“赵以宁，我这边必须要跟林赞解约了，没办法，法国总部那边钦点了周颂。周颂的手能伸到总部，他不能。但你别忘了，他的背后是沈茵茵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沈茵茵竟然为了周颂，借助家里的势力，把手伸去了国外。我真是低估了他们。我还想挣扎，你知道的，如果你跟林赞解约，会毁了他的商业价值，还会让他的舆论崩盘，这对他不公平。”CC 云淡风轻：“你也知道，只要你学着沈茵茵跟家里闹一闹，代言人还是林赞的。但是赵以宁，你肯吗？”我的视线落在了林赞脸上，一时之间，嗓子像是被灌满了沙，说不出话。嘟嘟嘟，电话被挂断，一片忙音，气氛瞬间变化，紧绷绷的。林赞坐在我对面，声音清冷：“姐姐，怎么了？”沈茵茵利用家里的资本，让 LV 官宣了周颂。CC 那边给我发来了跟你解约的合同。林赞的嘴抿成了一条直线，往我低下头：“我不可能跟家里闹的，我家一团糟。我爸爸娶了后妈之后，他更器重的是我的继兄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学着小公主沈茵茵，用哭闹来换取自己想要的。可没人在乎我呀。”我的声音仿佛机械，反复重复：“我不能闹的。”这个答案无疑是打了林赞一巴掌。他选择了我，我却不能保全他。顶着这巴掌，林赞出门了。我紧攥手机，打开 VB， 网友的恶评迅速浮在我眼帘：“林赞遭报应了吧 ？LV 刚跟他签约1天就解约了，这怕是 LV 自创办以来最丢脸的现实代言人。”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这叫什么？这叫强捧遭天谴。一天上热搜800遍，把我这个路人整逆反了。这次他终于要糊了，被包养的资源地，赶紧滚出娱乐圈。恶评看得我心口一阵阵发疼，泪水流了满脸。我抱着手臂抽噎个不停。林赞他能有什么资源？他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摸爬打滚才走到今天。作品没播之前，他在内娱几乎没有姓名，身上没代言，没有杂志封面，没人会多看他一眼。暑假期间，他的剧火了，网友吃瓜考古，他频繁上热搜，一跃成为新晋顶流。后来剧大爆，导演为了感谢粉丝，特意让几位主演连麦直播。记得那天，我点进他的直播间，我看到剧组其他人员都在横店围在一起直播，热热闹闹，只有林赞在北京的家。
有粉丝问林赞你怎么没去拍戏啊？其他演员笑笑，他在家里抠脚抠了1年。林赞点头，坦然回答，之前没戏找我，所以现在几句莫须有的谣言就可以抵消他努力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造神毁神，果然是世人最爱干的事。既然所有人都想看林赞跌进泥潭，我就偏要让他成为所有人的大明星。晚上，我回了赵家老宅，赵其洲坐在沙发上，闭目养神，姿态倨傲。我没打算理他，正准备越过他去书房找我爸爸。站住！背后传来的那道声音如雪山上的溪涧一样清冷。我脚步一僵，过来坐下。我最讨厌别人命令我，更何况那个人还是赵其洲。我转过身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赵其洲，我今天没空跟你纠缠。赵其洲狭长的眸子一眯，脸上露出嘲讽之色。你特意回来找爸爸，是为了那男明星？他的语气很肯定。但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攥紧了手指，问道：你调查我？他轻嗤一声，语气散漫。自家妹妹开了公司，做哥哥的不能过问，真是笑话。后妈带进来的孩子，算哪门子哥哥？没有我爸爸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毫不客气地回怼他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如果不是你妈爬上我爸的床，你连站在我面前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赵其洲后槽牙咬紧，下颚线变得凌厉无比，额头青筋尽显。赵以宁，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？忽然门口传来了一道薄怒的声音。我望过去，江运河正好搀着赵成礼走进来。赵成礼看着我，面色铁青。不管我们多久没见，他也只会逼迫我快点跟你哥和你妈道歉。我冷笑道，我妈早死了。混账！他3步并作2步走到我面前，一巴掌落在了我脸上。我被打得眼冒金花，口腔中快速涌出腥甜的味道，眼泪一颗颗砸在地面上。我悲哀地擦干眼泪，我还哭什么呢？早在12岁那年，我便明白了这个道理。有了后妈，我的亲生爸爸也会变成后爸，而我的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老赵，你别跟孩子计较了，宁宁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你怎么还打他？江运河贴心地帮他顺着气。宁宁年纪还小，以后嫁了人就懂事了。你别帮他说话，他都26岁了，要懂事早就懂事了。他就是比不上齐州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男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，果然都爱绿茶。我听笑了，甚至笑出了声。江运河哪是在帮我说话，他是在点我爸，让我爸早点把我嫁出去呢。这手段真够高明的。我倒想看看1年不见他的段位到了什么等级。赵其洲却莫名打断他们对我的教训。妈，你扶着爸去楼上休息休息。江运河望着宝贝儿子，眉头一皱，但也没拒绝。等他们上了楼，赵其洲拿出帕子递给我，跟我谈话前先把眼泪擦干。我要跟你谈什么？我弄成现在这样，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看到我被教训被打，你心里是不是得意极了？你这个人跟你妈一样恶心。赵其洲吸气，太阳穴一跳一跳。赵以宁，你别逼我。我咬着牙一字一顿，你就是恶心。赵其洲怒极反笑，跟疯了似的把我拽到房间。他把一沓照片扔在我面前，等你冷静了，我们再聊。赵其洲扔过来的照片全是我跟林赞的亲昵照，从宝格丽晚宴到别墅露台，前前后后竟被偷拍了100多张。我声音又急又抖，这些照片你哪来的？如果被人发到网上，林赞将会被黑得体无完肤。想到这，我浑身发凉。赵其洲慢慢悠悠地回答，从于姐手上买断的，幸好底片在赵其洲这儿。我吐出一口气，心中那块巨石瞬间移开。我知道，无论赵其洲再怎么卑鄙，他也不会对付一个明星。他的目标是我。果然，他藏不住了。赵其洲眸光暗淡，漆黑的眼眸深不见底。如果这些照片被爸爸看到了，你猜他会怎么对付林赞？过往的记忆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。3年前，我和周颂在一起时，跟赵成礼爆发过巨大矛盾。他的态度很明确，赵家女儿只有联姻这一条路。他最看不起的就是娱乐圈里的明星。他说绝不会允许我跟明星在一起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不管不顾，全然奔赴爱情。他被气得够呛，但好歹没对我们做什么。结果我自己倒先打了脸。我跟周颂在一起不到1年，周颂就把我给绿了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赵成礼对我的羞辱。在周颂出轨的第2天，他特意聚集全家族庆祝。他问我，家燕，你怎么不把男朋友带回来？席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，只有我的眼泪纷纷而落。见状，赵成礼趁机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警告我，我已经给过你一次任性的机会，可惜你眼光太差，以后你就得听我的，感情的事再也由不得你自己做主。赵成礼是个多狠心的人呢。为了让我记住教训，他任凭周颂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，就连我要报复周颂，他都故意拿爷爷说事。周颂的现女友是你爷爷战友的孙女，怎么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要打你爷爷的脸？爷爷年纪大了，我不想因为我的事让他难做，所以周颂出轨这件事被我忍了3年。与此同时，赵成礼在我耳边奚落了3年。
夜深人静时，我就在想，新闻里那些父亲为了孩子付出自己的一切，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？如果他们真实存在，是不是我太差劲，所以赵成礼才不喜欢我？不然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淋雨时，他们的父亲会递来一把伞，我淋了雨，赵成礼要把我的伞撕烂？他总说让我长个记性，可惜我备受煎熬了3年，我还是长不了记性。遇见林赞，我这颗久久枯萎的心终于愿意开出一点绿色，试着接受阳光。但坦然接受阳光的同时，我却忘了赵成礼对我的警告。他说过，我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其实我不怕他惩罚我，我只怕他对付林赞。我按着疼痛的太阳穴，哑着嗓子问赵其洲：“你拿着那些照片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猜他无非是想让我放弃继承权，远离赵家。结果他一字一句：“我要你离开林赞。”不知道赵其洲是出于什么目的才提出这个要求，但我同意了。他来跟我谈条件，总比等赵成礼发现后恼羞成怒的去对付林赞要好。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我让助理在网上公布了周颂的录音，这是赵其洲应允我的第一件事。他以为我要报复渣男，还好心的帮我连买20条热搜：井号周颂酒后乱 X， 井号周颂渣男实锤，井号周颂劈腿，井号周颂前女友，井号脱粉，井号 VB 服务器，挂了整整5分钟。半小时过后，赵其洲推门进来让我接电话，是周颂的女友沈茵茵打来的。宁姐，其洲哥联系我了，我也听了你的录音，我现在才知道周颂是这种人。他之前明明和我说早就跟你分手了，我是被他骗了才会和他在一起，我跟你道歉，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2家的关系。我无力多说什么，只是缓缓吐出一个字，听到我的回答，沈茵像是松了一口气。挂了电话，他立即转发了小助理的 VB， 并配文：渣男，他的实锤让 VB 再次瘫痪。网友终于忍不了了，我特么喝多之后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你还能乱 X， 真有你的。周颂，你杂志发售我就几百本的买，你的电视剧播出，为了给你刷量，我把家里 iPad、电脑、手机同时打开观看，你电影播出，我买了几10张票抽奖请别人看，你就是这样对喜欢你的粉丝的。渣男，退钱，日影西沉，云层压得低低的，乌云密布，雷声阴阴隆隆，犹如铁骑压境，天气阴暗的可怕。不过再可怕也没有网络上这场无声的硝烟可怕。终于晚上8点 Prada 宣布跟周颂解约，紧接着 LV 发出解约声明，不到半小时，周颂身上所有代言全部掉光，他被资本抛弃了。周颂的工作室终于发布道歉声明，渣男怂了，林赞的舆论危机随之解除，我赢得漂漂亮亮。我打开手机，无数条信息、未接电话蜂拥而至，每一条都是林赞的。姐姐，我没有生你气，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你。我刚才出门是去找张某导演了，你说过今天下午跟他约了是戏。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是戏通过了，我凭自己赢了周颂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姐姐，你去哪了？你怎么不在家？你消失了4小时。姐姐，你怎么不理我？周颂上热搜是你做的对不对？如果沈茵茵又在家里闹，会不会牵连到你？姐姐，你在哪？我有点担心你，你消失了1天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这些信息，我的心里好像被挖走了一块，空落落的疼。缓了许久，我才给他回了消息。晚上10点，我们见一面。林赞秒回，好。和林赞告别是赵其洲答应我的第2件事，也是最后一件事。回别墅之前，我穿上了跟林赞第一次见面的礼服，脖子上戴着他的灵蛇项链。反复确认妆容后，我踩着10厘米的高跟下了车。推开门，房间满是阳光，从窗外穿透来的光线刺痛了我的眼睛，却很温柔地包裹着林赞。林赞，姐姐，她惊喜地抬头，眼睛里像是有阳光的碎片，亮晶晶的，好看极了。她快步走向我，声音晦涩：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我吸吸鼻子，沉默着。见状，她扶我坐下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攥着椅子柄，背脊绷紧。我们解约吧。她脸上的笑意瞬间淹没，森森的视线紧盯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你解约，四目相对，气氛冰冷。他扯着领带，语气慌乱，可怜。姐姐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他试着触碰我，我甩开他的手，直言我是认真的。他的手指僵在了半空，最后握成拳。为什么？我们走到一块，只是各取所需。你帮我抢走周颂的资源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我帮你拿到他拥有的一切，这些已经实现了。我们一拍两散，我说不下去了，还好林赞打断了我。
各取所需，相互利用，一拍两散，很好，很好。他咬紧后槽牙，音色低沉，隐隐压着怒气。你得到了你想要的，我想要的，你什么时候给我？你放心，我跟 CC 打好了招呼，周送的资源，他全然帮你对接。他嗤笑一声，我要的不是这个。我苦笑着问，你要什么？林赞上前，双手抓在我的肩上，力道很轻微，像是怕捏疼了我。我只要你。他轻不可闻的声音，却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了一个炸雷。他说要我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鼻子是无法抑制的酸。林赞低着头，自顾自回忆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在剧组试戏，导演一眼选中了我。他说出品人正好也在，需要让他一起看看。后来我看到了你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都愣了。原来出品人是个姐姐，还是个漂亮的让我脸红的姐姐。那时候我在想，漂亮姐姐会很好说话吧？毕竟你看我试镜的时候，冲着导演直点头，看样子是选定我了。可我没想到你会一票否决我。说实话，我挺委屈的，心里还有点恨你。那一年的我阅历尚浅，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不公平，更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选择关系户。离开剧组前，你叫住了我，你跟我一个劲解释，林赞，不是你不够好，只是周颂自带流量，不论这部电影最后呈现的是什么，他的粉丝也会买单。我是第一次做出品人，不能输得太难看了，所以对不起。你怕我太难受，还请我吃糖。我问你，姐姐，资本什么时候会选择我呢？你说，林赞，姐姐看人很准，总有一天你成为大明星，姐姐等你成为所有人的月亮。你的这句话是我孤独贫瘠的岁月里唯一值得珍藏一辈子的东西。林赞停顿了很久，啪嗒，眼泪顺着下巴落在了我的手背上。他说话时，干涩的喉咙像刀子剌过一般，声音已是嘶哑难辨。导演说你帮我介绍了其他剧组，其实我都婉拒了。姐姐，我是靠自己走到了你面前。他紧紧盯住我，问：可为什么我们之间依旧隔着江水滔滔，地利千仞呢？我该怎么回答？我又能怎么回答呢？我的心像是破了一块大洞，冷风不停地往里钻，痛得我只能弯下腰蜷缩缓解疼痛。太疼了，浑身上下哪哪都疼。我忍不住痛哭，哭得溃不成军，词不成句，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。林赞叹了口气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用指腹温柔地抹掉我的眼泪。姐姐，你别哭了。好，我答应你解约。我用力摇着头，只知道摇头。他的下巴搁在我的发顶，手掌轻轻拍在我背上，一下又一下帮我顺气。后来他问了更关心的问题，以后我们会再见面吗？我没办法骗他，我硬是从喉咙间挤出2个字，不会。林赞身体一僵，眼泪又落了下来。彼此沉默。深夜，周遭黑暗，月光洒进屋内，我依偎在林赞怀里，任凭爱意肆意疯长。我从别墅离开时，赵其洲的车刚好停在外面。走吧，我僵硬点头。坐上车后，赵其洲轻嗤了声，他追出来了，是林赞。我从后视镜望过去，就算林赞竭尽全力奔跑，但他的身影还是离我越来越远。停车，快点停车！赵其洲全然不顾我的怒吼，他命令司机开快点，司机持续加速。我都要看不到林赞了。我怒吼，几近歇斯底里，赵其洲，停车！我让你停车！赵其洲不耐烦地抹干我的眼泪，回答不容置疑：赵以宁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劝你早点认清。你跟他继续下去，我不能保证用什么手段对付他。你要知道，我弄死他跟捏只蚂蚁似的，眼泪决堤。我不闹了。咽下眼泪，我冷笑道：我终于知道赵成礼为什么器重你了，你们就是一类人，无情无义，自私专制。赵其洲面色铁青。1小时后，回到赵家老宅，我如同行尸走肉般躺在床上。如果妈妈在就好了，就不会有人鸠占鹊巢，更不会有人欺负我了。太累了，我沉沉睡去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江运河跟赵其洲的争吵声。你把这死丫头带回来做什么？这里本来就是她家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这死丫头脾气那么暴躁，她在家指不定怎么折腾我。这个家有我没她。爸爸一直想让宁宁熟悉公司业务，这次拓宽欧美市场，我带宁宁一起去。其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们当我死了吗？在我家还敢盘算怎么把我送出去？我拿着手机蹑手蹑脚地推开门，迎面却撞上了赵其洲。他锁住门。明天跟我去美国。你有病吧？我不去。赵其洲坐在床上，指尖夹着烟，他一把拽住我，在我脸上吐出烟圈。由不得你，我呛得眼圈通红。他看着我，脸上露出阴鸷的笑容。头皮发麻的感觉从脊椎一路窜上后脑勺，我本能地往后缩，他步步紧逼，我被逼到墙角，无路可逃。他捏住我的耳垂，轻笑：赵以宁，你别怕我，我被强制带到美国。赵其洲与我同吃同住，他没收我的手机，不许我联系任何人。在陌生的国家，
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，思念就像会吃人的恶魔，将我完整的灵魂撕成千片万片，每一片都在声嘶力竭叫着林赞的名字。我想林赞，我好想他。来到美国的1个月后，我大概生病了，开始整夜的睡不着。赵启周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他带我去看医生。不知道医生跟赵启周说了什么，回家的路上，赵启周像变了个人。他语气卑微，甚至求我：宁宁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好过来？我很久没跟他说话了。不对，我已经变成了提线木偶，不会说话。他开始对我无限纵容。晚上我睡不着觉，他就坐在床下跟我讲许多关于他的故事。他每个故事里面都是我，可没有一个字是我爱听的。我捂住耳朵，不耐烦地翻身。他自嘲地笑出声。我们在美国待了半年后，赵启周天天求我说话，求我看看他。我对着他边哭边笑，边笑边哭，就是不说一个字。我哭醒了睡，睡醒了哭。后来也不想哭了，我就开始看地图。我看中国跟美国的距离，看纽约和北京的距离。我忍不住放大北京，我想看看在地图上找到我跟林赞住的房子。我也不知道林赞过得好不好。我又想他了，越想就越难过，就像是喉咙里塞了一把沙咽不下去，就这么痛着。我以为我要被关一辈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林赞了。可圣诞节那天，赵启周带我去了时代广场。他去买气球的时候，我看到 LED 大屏上播了一段广告，是宝格丽全球代言人的圣诞祝福。我紧盯着屏幕，伸手指着屏幕，着急地指着，肩膀瑟缩，全身因激动而颤抖。最后绷不住，我蹲在地上放声痛哭。路人以为我好奇他是谁，他们告诉我 He's a superstar world superstar， 他是我的林赞。圣诞节过后，我发了一场高烧，陷入昏迷。赵启周以为我感染了新冠，守了我一整夜。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是阴性，他才松了口气。紧接着，我又听到他质问医生，我为什么还不醒？医生单独把他叫到了办公室。其实我被困在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里，我能听到他们说话，甚至能看到他们表情。我被困死了，房间严密，我出不去。万幸的是，我也不想出去。后来赵启周被逼得没办法，他把赵成礼叫来了美国。也是可笑，赵成礼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我，竟然崩溃大哭。他边哭边骂赵启周：宁宁生病的事，你为什么昨天才通知我？赵启周沉默不语。这老头可凶了，对着赵启周劈头盖脸一顿骂。骂完也不解气，他直接把人轰出病房。他关上房门时，还对赵启周大吼：你知不知道，人逼人是能逼死人的？原来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可不就是他们在逼我吗？做出这副鬼样子，也不知道是给谁看，真没意思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更没意思的还在后头。赵成礼每天絮絮叨叨地跟我说话，跟我道歉，我一句也不想听。直到他提到了我的妈妈，他说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可是妈妈走得太早了。他还说，正是因为妈妈走得早，他为了让我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，才为我找了后妈。我觉得他特虚伪，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实则伤我最深的就是他。我一日不醒，他就沉浸在无尽的悔恨中，但是这副样子只会感动他自己。宁宁，爸爸后悔了，早知道会让你变成这样，爸爸就不这么逼你了。爸爸以前会这样对你，因为你是爸爸心里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要一个人负责家族企业，爸爸不对你狠点，等爸爸走了，对你狠的人多了，爸爸怕你无法面对。只要你能醒过来，爸爸发誓再也不逼你了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爸爸都不会再逼你，真是自以为是。每次我遇到事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首先教训我。我好好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肯对我好。我病了，他跟我说他后悔了。你告诉我，后悔有用吗？有用吗？谁不知道迟来的后悔比草芥？如果可以，这些话我连听都不想听。我蹲在玻璃房的墙角，捂着耳朵，我恨不得他快点从我眼前消失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我终于筋疲力尽，太累了，实在太累了。我沉沉闭上眼睛后，病房乱成了一团麻，各种嘈杂声在我耳边响起。也许这次我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姐姐，啪嗒，一滴眼泪落在了我的脸上，在我脸上汇集的眼泪都快变成了一条小河。我有气无力擦着脸上的不适感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形，好像林赞。姐姐，那声音又叫了一遍。我脑子瞬间炸开，好怕是在做梦。我反复揉着双眼，试图看清那个人，真是林赞。在我确认是他的那一瞬间，困住我的透明玻璃瞬间坍塌，碎成了一地。我睁开双眼，正好跟他四目相对。房间满是阳光，我笑得格外灿烂。1年0.5个月28天之后，我在异国他乡跟林赞重逢了。
我醒后的第3周，赵成礼就押着赵其洲回国了。他相信林赞能照顾好我，思念成疾，林赞就是我的灵药，药到病就除。他们走后，林赞跟中了邪似的，越来越粘人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林赞，放手，你都快把我勒得喘不来气了。姐姐，你再多跟我说说话，再叫叫我的名字，大白天太吵了，不太好吧？我拒绝了他荒唐的请求。他眼圈泛红，又开始委屈上了。一时之间，我忘了他是演员，竟然妥协了。结果林赞得寸进尺，他还要带我爬山，美其名曰大病初愈，最适合锻炼身体。我不要，拒绝无效。这条精力旺盛的小狗眼圈越来越红。姐姐，我有义务带你锻炼。我心软，只好依了他。山间满是果树，他扶着树干，嗓音干涩。姐姐，为什么这细弱的枝干可以结出如此硕果？我瞪他，别想着摘果子了，赶紧爬山。林赞瞒着我偷偷摘了一颗，塞进嘴里。他咬得满嘴果汁，还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太累了，懒得骂他。没爬一会儿，我就累得满头大汗，呼吸灼热，身体软成了一滩水，双腿难以抑制地打起岔。林赞反而越爬越兴奋。姐姐，要到了就要到了。我嘟着嘴，满腹怨气。2小时前你就说要到了，林赞你这个骗子！他耐着性子哄我，姐姐太娇气了，我要照顾你，所以就慢些。姐姐，你不喜欢慢？他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，问：那我们快点？我咬着唇，点了点头。林赞眸光一暗，为了鼓励我，在我耳边一个劲地喊我：姐姐，姐姐！啊！终于攀上山顶，橘红色的夕阳正裹挟着柳树晚霞，洒在山顶的每一片角落。余晖将我们的影子糅合在一起，我和林赞紧紧相拥。姐姐，我们回国就结婚吧。好，明天就去领证。